是否进入今日游戏？我紧握着手机，轻轻点击是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右上角也多出了一个陌生的邀请标志。我赶紧抬手一戳，本次游戏为10人副本，您的好友青青已同意邀请加入房间，正在匹配其他同服玩家。猛地睁眼后，我已身处一所学校的教学楼，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个黑色的小方块，偶尔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应该是个对讲机。此时机械的嗓音响起：你们是10个鬼屋爱好者，据说这里常年闹阿飘，屡屡发生失踪事件，早就让你们垂涎已久。可当你们壮着胆子走进这里后，你们才猛然察觉，这里好像真的住着一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阿飘。所以请你们尽快找寻合适的地点隐藏自己，10分钟后他将开始杀戮，若能存活半小时，则该玩家通关。当然，不管你们藏在多深的角落，他都可以破门而入，把你们切成2半。逼仄的走廊里飘荡着粗粝的回响，配上学校阴飕飕的环境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一位玩家举起手率先发言：各位，很明显这是一个类似于躲猫猫的游戏，我们这里有整整10个人，如果绑在一起走的话，目标太大。既然系统给我们配备了对讲机，那大家就赶紧分开，各自行动吧。如果有人发现了什么特别的线索和信息，请记得分享出来，这样可以增加所有人的存活概率。众人闻言纷纷赞同，很快便各自散去，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地。我看向身旁的青青，我们俩一起走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于是我们朝宿舍区域奔去，推开一间平平无奇的寝室门，里面全是学生遗弃的生活用品。青青四下张望，寝室里能藏的位置好像也只有床底和衣柜里了吧？你想待在哪儿？衣柜太容易被发现了，我们还是躲在床底吧。就这样，我们2人一左一右融进了黑暗之中。此时怀里的对讲机率先滋滋作响，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突然出现：喂，你们有谁是躲在教学楼5楼的？10分钟的躲藏时间已经到了，阿飘很可能已经进入学校了，不要一直敲我的门了，行不行？就算有主动找死的，也别拖着我下水啊！然而整整10几秒的时间过去，也没有任何人回应他，直到1分钟后，才终于有了另一个声音：哥们儿别问了，我刚刚看过了，10个人里只有咱俩选了教学楼，我人在2楼，你最好祈祷自己是幻听了。我和青青对视一眼，而仅仅又过了1分钟，那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便再度传来：完了完了，我好像要死了！她就像一个从血池里爬出来的女人，穿着老师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把消防斧，把我的教室门劈开了。我明明藏在角落的垃圾桶里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到，可她一进来就死死盯着我的方向，朝我慢慢走过来了。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能救救我？男人不停啜泣着。我们突然听到啪的一声，似乎有什么物品落地。一片死寂之后，对讲机里隐隐出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女人声音：第一个。教学楼里爆发起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一道道剁骨声在学校里不停回荡。听着对面楼里恐怖的声音，我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可仅仅几秒之后，对讲机里又传出了另外一个玩家的声音：不对啊，是你们的恶作剧吗？为什么我这边也响起敲门声了？听他这么说，有人发出疑问：你在哪啊？不会也在教学楼吧？我在宿舍楼的6楼啊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的心里都忍不住咯噔一跳。这种时候你不要乱开玩笑啊！就这么2、3秒，他就从教学楼跑到宿舍楼了。所以我才问你们，是不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啊？我去，好像有人在砸我的门。其他的玩家忍不住捏了把汗。你还好吗？结果他带着颤音说出了人生的最后3个字：他来了。惨叫声再度刺破天际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短短的3分钟时间，10位玩家已经淘汰了2人。现在看来，对方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，又可以透视，又能够瞬移，这还怎么玩？教学楼里唯一的幸存者说出了他的想法：各位，我严重怀疑，就是手里的对讲机暴露了我们的坐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立刻把我的对讲机扔掉，换一间教室待着。你们最好也这样做。如果对讲机里真有定位器存在，那确实扔了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但倘若没有的话，我们剩余的玩家就将完全失去信息共享的可能。可还没等我们做出决定，2分钟后，教学楼再次传出了凄惨的哀鸣。显然，这位玩家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，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。幸好剩余的玩家里还有一道比较冷静的声音，努力安慰着众人：大家千万不要惊慌，这个游戏既然设置了通关条件，大概就不会是必死之局。寒天气下，我独自窝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而前男友和好闺蜜则在寒冷的暴风雪中瑟瑟发抖。上一世，我因撞破了男友2蛋和我好闺蜜小美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而我万万想不到，本是9月的天气，居然诡异的下起了大雪，气温一夜间降到了零下50度，而我被活活在门口冻成了冰雕。这一世，我定叫这对狗男女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居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我被害死的20天前。我又惊又喜，
我想要立刻冲回去报复那对贱人，但我随即冷静下来。我想起了死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。今年这个夏天气温高的离谱，人人都靠空调续命，可谁能想到，就在9月刚过，我就被活活冻死了。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去找那对贱人报仇，而是先想办法避过那段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低温天气。我回到跟二蛋同居的屋子，将自己重要的东西全都收拾好，但是我并未急着走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，即便我要离开，我也不能让他好受。于是我找出二蛋的证件，先下载了几个网贷 APP， 将二蛋的资料都输入了进去，然后做了一桌好菜，坐等二蛋下班回家。二蛋下班一进门，看到一脸甜笑的我和满满一桌菜，顿时诧异。我温柔地告诉他，我打算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一套，买他看中的那套房子做婚房。二蛋和小美一直在合谋怎么哄我卖掉我爸妈的房子，骗走我的钱。见我终于松口要卖房，他非常高兴，过来就要亲我。我推开他，吃饭吧，我请了1周年假，明一早我就得去找中介呢。吃饭时，我撒娇地拿出手机要跟他合拍搞怪视频。二蛋向来讨厌我拍他，但现在他要哄着我卖房，自然百依百顺，让他眨眼就眨眼，让他摇头就摇头。眼见几个 APP 里100多万贷款全都到账，我卸载掉 APP， 笑着放下手机。哎呀，一直拍不好，不拍了。这顿饭我和他吃的都很开心，气氛一度十分和谐。第二天二蛋上班后，我打包了自己的物品离开了。爸妈去世前留给我的房子有2套，一套在市区，是学区房，一套是在宁市边郊紫金山下的小别墅。虽然位置偏，价格不能跟市里的别墅比，但用它在市区换套好点的商品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屋子里许久未住，我边找了保洁打扫卫生，边思考要怎么布置才能对抗那段能夺命的低温天气。那么大的雪，水管势必会冻坏，电线也会被压断，想靠地暖空调取暖根本不可能。那么防空洞呢？我直冲进地下室，抓着生锈的门环使劲一拉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当年我爸在装修这套房子时，地下室紧靠紫金山的这面墙突然塌了，露出了这个抗战时期建造的防空洞。这个洞4米宽，50米长，冬暖夏凉，洞内还很干爽，所以我爸将它收拾收拾，做了家里的储藏室。有这个恒温的防空洞在，我还怕什么高温低温？我让保洁帮我将防空洞里清理干净，又去找了几个师傅，请他们帮我用石灰水将里面都刷了一遍。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。二蛋打了电话过来，深情款款地问我卖房的事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，卖房子的手续办得咋样了？我敷衍了几句后挂掉了电话。狗男人果然慧眼，满嘴的想念，怕是正跟小美在庆祝终于骗得我肯卖房了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找人来帮我改善防空洞的通风口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死前的大雪已经漫过了腰，所以原先那种通风眼肯定会被雪堵上。这次我直接将每个通风口都加上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顶头还焊接了不锈钢帽，这么一来，雪就不会落进通风管内堵塞通风了。然后我又买了2套壁炉，一套纯取暖，一套取暖做饭两用，都有烟筒可以伸出去，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。安装好后，便是大批量的买木柴和木炭，又买了烤炉。末日来临时，水电燃气都指望不上，只有最原始的木柴最保险，既能取暖又能做饭。虽然山洞恒温，但我也不确定那温度到底会低到什么变态程度，所以有备无患。想到水管也会冻裂，我索性又找了师傅来帮我在地下室里打井，和防空洞一样，井水也是恒温的，外面再冷它也不会结冰。打井师傅很诧异，说别人都是把井打在院子里，我为什么要打在地下室？我早就想好了借口，说我在研制护肤品开发，要用不见天日的水才行。那师傅顿时被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糊弄住了，带着一脸的佩服。接下来我便是囤物资，若家里没有物资，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。考虑到会没电，我买了30箱蜡烛，20个太阳能充电灯，2箱火柴，大米500斤，面粉50斤，干面条20箱，方便面20箱，水200箱，各种干菜、饮料、咖啡、罐头、卫生纸，以及各种我能想到的药品、纱布等。我将这些物资都安放妥当后，离那场低温只剩了1星期。这期间，二蛋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卖房事宜，好几次我都差点笑出声来。打开我离开那天安装的监控，看着他一边和怀里的小美腻腻呼呼，一边深情脉脉地给我打电话，我忍着恶心，挤出夹子音问二蛋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二蛋答得极顺口：“当然爱呀。”说完就在小美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然后道：“大宝贝，你听见了吗？老公在亲你哦。”话音一落，小美跟他无声的笑作一团。我淡淡道：“听见了，不过我咋觉得你其实是在亲一头猪？”他怀里的小美立刻跳了起来，一脸怒意的愈发作。二蛋赶紧竖起手指示意他别出声，边对我道：“傻丫头，不许说自己是猪。”我当然不是说我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天见小美了没有？二蛋便有点紧张。没有啊，我见她干嘛？没见就好。他最近为给他哥哥还赌债，正到处借钱呢。我劝了他几次，他也不听。瞧我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被一个矮胖的男人搂着进了家酒店，
很像他，但是希望不会是他吧。看着监控中二蛋变了脸色，小美的脸上也出现了慌乱。我笑眯眯地挂了电话。小美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上一世因为我家猫咪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，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，可还没顾得上告诉二蛋，就被我发现他和小美在我的床上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。事后小美催促二蛋抓紧骗我卖房和买保险，她说如果我实在不肯听话，就找机会弄死我，这样他作为我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我家的几套房子以及财产就都是他的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就为了这么点财产，这个我视为亲姐妹的闺蜜居然想要我的命。监控中二蛋已经开始质问，小美则赌咒发誓她绝对没有跟人去开房，并咬定是我污蔑她。我笑眯眯地看着监控中他们吵成一团，我更想知道当二蛋发现自己竟然欠下那么多贷款时，他是什么反应。关掉监控，我又租了5台商用冰柜回来，专门用来储存食物，等低温来临，那室外就是天然的冰库，那时候就算断电我也不怕。最后我又找人加固了门窗，其实我并不担心安全问题，我只是怕门窗被大雪和低温压级损坏，这样屋子就完了。做完这一切，距离低温来临只剩2天了，二蛋也终于发现他欠下大批贷款的事，他打来电话。你是个贱女人，我的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边懒洋洋说道。什么贷款？我不知道呀。你还想抵赖？二蛋怒不可遏。酱汁，你真可恶，竟然用我的身份信息贷款这么多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我语气稍稍认真。你是说前几天你转给我的那123万？二蛋暴跳如雷。什么我转给你的？我什么时候转给你的？我发过去一张照片，是张借据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他借了我现金123万，1年之内免息还清。二蛋炸了。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？二蛋当然不承认，在电话那头嗷嗷地叫唤。你立刻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告你。我冷笑，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不怕他告。证据链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借条自然是我伪造的，可后面的签名却是他亲笔手书啊！别问，问就是没事，千万别在空白纸张上乱写自己的名字。再说今天末世倒计时的最后一天，就算他要告我也找不到我。我挂掉了电话，末世最后的安静日子，我还是很珍惜的。吃了我喜欢的四川火锅期间，二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对我破口大骂，我既不拉黑也没回复，因为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晚上我最后一次检查了防空洞的通风口，关好了门窗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小美打来的电话，我没接，拿出 iPad 点开监控，小美果然在，但二人显然没有了往日甜蜜的气氛。二蛋气急败坏，小美则不停地一遍遍地拨着手机，最后她将手机一扔，骂道：真没想到他心机居然这么深，这么多年我近一点都没看出来，你怎么这么蠢？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你是猪吗？二蛋大怒，还不是你总说他好骗没心眼，不然我能这么相信他？我是在他们的争吵中睡着的，可笑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都还没发现我的物品以及许多棉被已经不在了。醒来时已是夜里3点，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感受了一下温度，确实凉了很多。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屋外雪白刺眼，大团大团的棉花团子一样的东西砸下来，是大雪，末世低温如约而至。我拿起 iPad， 监控中二蛋和小美将所有衣服和夏天盖的薄被子都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抱成一团缩在沙发上，空调开着制暖，但小美依旧牙齿打颤，带着哭腔问：怎么会一床厚被子都没有？怎么会这样？二蛋哆嗦着，突然僵住。不对，降值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。我看着 iPad 忍不住笑出声。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不光是被子和厚衣服都没有了，食物也没有。我走的时候已将屋子里的食材全部清空丢弃，只留下了饮料。我正笑得高兴，手机疯狂响起，是二蛋。我点了接听。酱汁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二蛋深吸了口气，放缓了语气问：你说你回去卖房，其实是骗我的，对吧？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了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回来。他咬牙切齿，想卖房不一定是假的，但是带走我的东西没打算再见你倒是真的。二蛋，你本来就盼着我不回去，不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但凡你有半点在意我，你也不会到今天才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你更不会忘记我跟你说的是请了1周的年假，可1周早过了，你却没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。说完我挂掉电话，将手机调为静音，埋头睡觉。再醒来时已是上午10点，这时我发现大雪已经快把窗户都埋了，透过缝隙能看到大团大团的雪还在如雨点般砸得又快又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大雪若再这么下去，我家这栋2层高的小楼很快就会被埋，一旦盖过防空洞的通风口，我就会被活活闷死在屋子里。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可大雪依旧又凶又猛，我没有办法让它停，那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铲雪。我飞快地换上防风的羽绒服，戴上厚厚的帽子。好在我准备了2个通风口，并且靠近露台，我只需保证通风口通畅，就不会被闷死。我又借梯子爬上了屋顶，
为了防止被雪压塌，我花了很大的价钱找人将屋顶用钢架加了一层，但饶是如此，我还是不能任由大雪堆积。屋顶面积大，零下几十度的气温，我全身几乎被冻僵了。厚实的衣帽在低温面前单薄的像纸，我咬着牙坚持着，可雪实在太大了。不过一转头，刚刚铲完的地方又过了脚脖子，这让我心里有点发慌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到明天下午，这2楼就会被埋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想到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却忘了考虑大雪肆虐下这套房子不够高。一想到可能住在6楼的二蛋和小美还没被冻死，我就先被闷死了。我就一口玉气堵着嗓子眼，好不容易将屋顶的雪铲下去，我又用2根红色的绸带绑在出风口上，为的是怕万一雪将屋子埋了，我好通过这红色来寻找出风口的位置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回到屋内，看着电和燃气依旧没断，让我有点意外。真是替二蛋和小美高兴呢，不断电，空调还能用，没那么快冻死。防空洞内的温度相比室外高了不止1点，但我还是点起了壁炉。没多一会儿，防空洞里就变得温暖如春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拿起 iPad， 点开监控。沙发上，二蛋脸色发青的在破口大骂：“是个贱人！等雪停了，我就去找他，我不会放过他。”小美哆哆嗦嗦的哭：“老公，我饿了。”“不，谁不饿？”二蛋吼起来：“外卖下单没人接单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这里怎么一点吃的也没有啊？”小美开始发脾气：“吃，你就知道吃。”这俩贱人狼狈的样子，看得我郁结的心情瞬间大好。我放下 iPad， 拿起手机，无数的未接电话和辱骂我的信息，全是二蛋的，有几条是小美的，都是嘘寒问暖，并问我在什么地方。好家伙，他还想着我不知道他和二蛋在一起，还在跟我演。我粗粗扫了一眼，没回。我点开那个小区的楼栋群，群里正为这场大雪聊得火热。到这时候，已经没人关心能不能上班了，大家都在哀嚎停水和寒冷。原来居然已经停水了。我先给群里发了个红包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，然后好心提醒大家，这天气太诡异了，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建议大家珍惜家里的饮水、食物和御寒衣被，做最坏的打算。我提醒他们关好门窗，万一大雪不停，气温继续下降，没吃没喝没御寒衣被的人，为了活命，只怕会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二蛋和小美不可能坐以待毙，等到熬不下去时，他俩必定会向邻居求助，而我要掐断他们的求助之路。跟群里邻居们打完预防针后，我点开了小美的对话框，回了句我在家，你呢？iPad 上的监控画面里，小美已经被冻傻了。还是二蛋发现了我的信息，他赶紧递给小美：“快，江浙回你信息了。”小美却带着哭腔：“回就回呗，他是能给我们送吃的，还是能给我们送衣服被子啊？你赶紧问他家地址啊，等雪停了，我们好去找他还钱。”小美便接过手机，手指明显冻僵了。打半天我也没收到一条信息。我对着壁炉和我面前的茶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小美，用懒洋洋的语气发了条语音：“哎呀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下雪了，还下这么大，得亏我家里是有壁炉的，不然真要冻死了。”小美的神情和动作立刻变得僵硬了，随即咬牙切齿：“他居然在烤火，他还有吃的喝的，他怎么可以过得这么舒服？”二蛋显然也被刺激到了，他愣了一会儿后，就催促小美问我的地址。小美立即打来了电话，但被我掐掉了。我跟她回复说，我饿了，要去做饭，因为上午铲雪出了大力气，所以午饭我打算吃好点。我将已经解冻的鸡洗净剁块，将锅架再在炉子上开始慢炖。这是我老爹生前最爱吃的小鸡乱炖，有肉有菜的一大锅，十分下饭。差不多半小时后，我拿筷子戳了戳，鸡块已经能戳进去了，便开始吃饭。但我是个善良的人，自己有吃有喝了，我哪能忘记二蛋和小美呢？那自然是要将这锅香喷喷的小鸡乱炖拍给他们瞧瞧的。我毫不吝啬的都发给了小美。监控中，小美拿起手机一看，哇一声哭了出来，她捶打着二蛋：“我快饿死了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干嘛给我发这个？”二蛋正忙着打警方求助电话：“警察叔叔，我们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厚衣服，我们快冻死了，快点来救救我们！”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就见二蛋的眉头越皱越紧，都不用猜我就知道警察也无能为力。二蛋脸色铁青的挂掉电话，小美又缠了过去，将手机上的照片递给他看。二蛋看着手机，脸色阴沉，眼里满是怨毒。傍晚时，我又上了2楼露台，查看了一下通风口，大雪依旧急，好在通风口被我加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最少2天内不会被埋。我牙齿打颤的赶紧奔回防空洞，在炉火前烤了半天才缓过来。然后我就发现二蛋和小美那边的监控连不上了，楼栋群里大家都哀嚎，停电了。原来是小区停电了，没有电，空调不能用了，对二蛋和小美来说会是地狱般的毁灭。我打开某博，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，除了求助哀嚎外，我看到许多部队警察投入清雪救助的活动，无数的电力工人顶着零下几十度的寒冷，冒死抢救被大雪压断的电线。当看到这些为灾情献出生命的英雄时，我泪目了。
我突然对二蛋和小美的下场不再感兴趣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气温再次骤降，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恐怖的-40度，而我每天都躲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烤火、喝茶、铲雪、睡觉。就这样，大雪持续了半个多月之后，终于停了。我搜索了附近的志愿群，加入其中。而在救助的过程中，我也得知二蛋和小美早已冻死在屋子里，而两人生前好像有打斗的痕迹，原来是因为家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面包。灾难面前，人人自危，两人便为了最后的食物打了起来，最后落得两人都惨死的下场。躺进医院的病床，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：欢迎来到鬼畜医院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、你们接下来要完成5个科室的考验，失败者将被淹死在福尔马林中。2、请不要伤害科室内的医生，否则将当场死亡。3、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。4、只有全部项目完成之后，才能活着离开医院。目前存活人数20人，生存游戏正式开始，请前往2楼迎接第1个科室的考验。话音刚落，病房的房门自动打开，我带着疑惑和不解缓缓走上2楼。此时2楼狭窄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，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慌张。走廊上方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病毒检验与防疫科。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走了出来。各位病人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第1科室。众所周知，病毒的检验与防疫是医学中最重要的事。我身后有2款疫苗，左边为蓝色疫苗，右边为红色疫苗。请注意，大家要选择出正确的疫苗，打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每个人限时1分钟。帅哥，你先来吧。女护士抬手指了指一位年轻的小伙子，小伙害怕走上前，对于2款疫苗的选择也是十分纠结。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，女护士凶狠地催促道：选好了吗？要不然我来帮你选吧。此时的小伙早已汗流浃背，声音有点发颤。我选蓝色，蓝色是我的幸运色。女护士立即拿起一支蓝色的疫苗给小伙递了过去。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小伙咬紧牙关，猛地朝自己的大腿扎了下去。此时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小伙的结果，可疫苗注射进身体后仅仅过了3秒，小伙立马浑身抽搐起来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看视频果然更清晰。大家换新后，旧的都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相机、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23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，甚至来不及呼救便倒地不起。然而女护士却哈哈大笑起来：嘻嘻，真好玩，你选错了，下一个。接着她伸手指向另一位女子，女子走上前对着女护士小声地说道：我选择红色。因为按着正常的逻辑，现在大家都会默认蓝色的疫苗是错误的，红色疫苗才是安全的，所以女子的选择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女子算是有点常识，接过疫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咬牙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。就在大家以为女孩的选择是正确时，女孩刚走出一步，身体突然僵住，接着身体同样抽搐起来。女孩也选错了。此时的众人全都陷入懵逼的状态，因为2人的惨状表明蓝色不对，红色疫苗也不对，该怎样做才能顺利通过呢？就在大家沉思之时，女护士再次开始了点人，这一次竟然点到了我。待我走到跟前，女护士笑嘻嘻地问道：你选蓝色还是红色？我选蓝色。女护士将蓝色的疫苗递了过来。好的，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就在我准备放手一搏时，抬眼间我注意到了疫苗后面的墙上有2个大字，蓝色疫苗后边的是左，红色疫苗的后面是右。而前边的2人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，2种疫苗好像都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们注射的部位并不同。第一位小伙选择的是蓝色，但注射的右腿；第2位女子选择的是红色，却注射的是左臂。也就是说，疫苗的选择并不重要。正如女护士所说，要把正确的疫苗打到正确的位置才是关键。蓝色疫苗对应的是左，要打在左手或者左腿上；红色疫苗对应的是右，要打在右手或者右腿上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将蓝色疫苗冲着我的左手打了进去。之后我紧闭双眼，期盼着我的分析是正确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时间过去了5秒钟，我还活着，我选对了。这时女护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恭喜你顺利通过。有了我的前车之鉴，后边的人都开始照抄起来，做跟我同样的选择，扎同样的部位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家便顺利通过了这关。这时喇叭声再次响起：恭喜你们过关，目前存活人数18人，生存游戏挑战升级，请前往3楼迎接放射科室的考验。3楼的空间明显比2楼宽敞了不少，在正中央，一台硕大的机器矗立着，旁边站着一位男护士。当他见到我们时，笑嘻嘻地说起了规则：想必各位都做过 CT， 这一轮的考验十分简单。我身旁是一台新型放射机，它能够放射出温度高达500度的激光，只要诸位能在这激光的照射下坚持30秒，就算过关。听到这里，在场的10几号人立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。别说是500度，哪怕是被100度的开水烫一下，皮肤都会瞬间掉层皮，更何况是500度，这简直就是让大家去送死啊！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缩，生怕被男护士第一个指到。请大家保持安静，不要喧哗，不要乱动。考验正式开始，
下面开始点名，请听到名字的人依次进行挑战。如果听到名字不出来者嘎。果然，我们的心思早已被男护士看穿，这次竟然换成了点名。男护士高声说道：“第一位，坤坤，请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”什么？人群中听到自己名字的小伙惊声喊道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可男护士根本没给小伙多余思考的时间，再次催促道：“请坤坤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”小伙这才回过神来，鼓起勇气走进了机器中。随着机器门缓缓关闭，一阵刺耳的机械运转声骤然响起，30秒的倒计时也开始跳动。当那道激光渐渐靠近，小伙吓得大声尖叫：“救命呀！好热！”然而男护士丝毫没有理会小伙，反而笑得更加肆意。只见那道激光缓缓扫过小伙的全身，小伙的身体瞬间化作成焦炭。整个3楼的大厅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，众人全都被眼前这恐怖的景象吓呆了。可男护士却依旧笑嘻嘻地喊道：“坤坤 out， 有请第2位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”可这次男护士喊完名字许久，人群中都不见张漂亮的身影。只见男护士再次喊了一声：“请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”人群中依旧不见有人站出来。男护士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宣布，张漂亮 out。”接着人群中一个女人应声倒地，看来这个女人妄图挑战权威，坚持不站出来，可下场依旧是死。接着男护士继续开始点名：“下一位雷小燕，请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”有了张漂亮的惨死警示，李小燕这次主动了许多，没有丝毫犹豫地走进了机器。随着倒计时开始，那道炽热的激光再次缓缓袭来，李小燕迅速挪动身体试图躲闪过去，可下一秒激光射线迅速变粗，一阵惨叫声再次传来。看到李小燕的死状，我吓得双腿发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：“你好，我叫青青，我想我们可以合作一下。”“你好，我叫酱汁，什么合作？”“第1关的时候多亏你找对了方法，我们才得以通过，而正好我知道这关的通关方法。”“什么方法？”与此同时，男护士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：“下一位，请青青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”青青对我比了个静音的手势，说道：“不要乱动。”接着他缓缓走进了机器，随着一阵机器运转声，30秒倒计时开始跳动。只见青青闭上眼，仿佛坦然面对一般，任由激光缓缓扫过自己的身体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青青竟然成功通关了。不知情的众人开始议论纷纷：“为什么？他怎么过关的？”“谁知道呢？靠的运气嘛。”而只有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男护士继续点名：“下一位小美，下一位宋宝宝。”陆陆续续进去了好几位，有的人模仿青青成功过了关，但有的人依旧变成了黑炭。下一位酱汁。终于到我了，我走进机器，同样和青青一般紧闭双眼。伴随着倒计时开始，一阵炽热的激光扫过我的腿部。激光虽然炽热，但身体还算能够承受。而通关的奥秘就在这里。男护士在点名前说过，要保持安静，不要乱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大家按照要求去做，激光的温度刚好是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。只要大家一有动作或者发出声音，温度就会迅速飙升到500度。其实通关的秘密就藏在男护士的话中，只不过大家在面对高温的恐惧时，不是忘掉这句话，就是忍不住的大喊或者躲避，所以就会触犯规则。倒计时结束，我通关成功，再次见到了青青。你真厉害，我可以跟你合作。此时喇叭声音再次响起，目前存活人数13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4楼迎接下一个科室的考验。来到4楼，我发现这一层装饰比较独特，无论是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，都装着密密麻麻的管道。而大厅的正中央竖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呼吸科3个大字。这时大厅里来了2位推着医护车的护士，医护车上分别装的是防毒面罩和瓶装水。此时喇叭声响起，欢迎大家来到呼吸科。在这场考验开始之前，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2种物资，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补给，切记每个人只能选择1款物资，不选或者多选者嘎。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又开始议论纷纷起来，因为根据前2轮的经验，这2种物资必定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生死，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选择都比较纠结，我也是如此。小声的询问青青，防毒面罩和矿泉水，我们选择什么？青青则冷静地分析道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关是呼吸科，肯定要选择与其相关的防毒面罩，胜算更大一些。可是什么？我疑惑地问道。我觉得这一关并不是只有选择这么简单，但好在我们是2个人，这样吧，我们1人选择1样东西，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于是在1分钟倒计时结束后，我和青青各自拿了一个防毒面罩和1瓶水，而在场的大部分人考虑到呼吸科的因素，大多都选择了防毒面罩，仅有少部分口渴的人选择了矿泉水。随着2名护士的撤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，看来大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下面进行人体毒气测试。话音刚落，墙壁上管子开始喷射毒气，接着天花板上的管子也喷射起来，整个大厅瞬间变得烟雾缭绕，10几号人被呛得开始咳嗽起来。几个选择防毒面罩的人开始庆幸，原来这一关是毒气考验，我就知道防毒面罩最有用，幸好选对了。
说完，他们就把面罩戴在脸上。我拿起手中的防毒面罩，然后看向青青。青青，怎么办？我们只有一个面罩。青青则比较淡定，先别着急，你看防毒面罩有些不对劲。我转头看向刚才那几位戴面罩的人，发现他们一个个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像是挣扎着想要极力摘下面罩，可面罩就像是狗皮膏药般死死地贴在他们的脸上。不一会，那几个人便倒地不起。看到这一幕，人群开始变得杂乱起来，吓得很多人把手中的防毒面罩直接扔在地上，不敢再戴。我问青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防毒面罩，沉思一会说道，你还记不记得总规则里说过，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，而防毒面罩是属于口罩的一种，所以一旦戴上就无法摘下来，并且你看这防毒面罩是没有换气孔的，他们是被活活憋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这一关该怎么通过呢？此时大厅里的毒雾越来越浓，有人认为那瓶矿泉水是解药，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，可是不一会还是倒在了毒雾中。既然这瓶水不是解药，那只能这样做了。说着轻轻撕下一部分衣服，然后倒上矿泉水充当湿毛巾。无论是什么有毒气体，只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都可以尽量减少毒气的摄入，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扛到毒雾结束。听完我也赶紧撕下衣服，倒上矿泉水捂住了口鼻，而剩余的众人也纷纷效仿起来，有水的倒水，没有水的直接用尿，毕竟保命要紧。终于在我们将要到达人体承受极限时，毒气停止了喷射，毒雾也缓缓散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你们成功通过呼吸科的考验，目前存活人数9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5楼迎接下一科室的考验。相比于其他楼层，5楼有些昏暗，头顶上的吊灯好像也有问题，在一直不停地闪烁着，而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，像是已经很久都没人来过了。大厅的正中央有一座石桥，石桥下面则是浓稠的酸液，看着非常瘆人。就在众人对此次关卡疑惑之际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欢迎大家来到血液科，这一关的考验十分简单，只要你们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到达桥对面，就算过关。但是你们的血液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，请大家做好防护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做出行动。我宣布，5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。他们指的是什么？就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，一个人喊道：“快看上面！”我们这才发现，一只只毒蛛吊着蛛丝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。它们的体型不仅超出普通蜘蛛的好几倍，嘴上还长着锋利的獠牙，看着十分吓人。原来它们就是指的这些毒蛛。这些毒蛛缓缓降落，正好悬停在石桥上方的位置，像是这座桥梁的守护员。人群中有人喊道：“趁着他们还没行动，我们赶紧跑过去。”可谁也没想到，一个人刚踏上石桥，一只毒蛛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咬住那个人，那人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，没一会的功夫就被毒蛛吸干了血液，变成了一具干尸。这一幕彻底把众人吓傻了，众人再也不敢贸然行动。眼看时间只剩下3分钟，又有人站出来说道：“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。我发现这些毒蛛都是吊在半空的，那就说明它们不会到地面上来，也许趴在地上爬行能通过去。”说完，他就率先向前测试。果然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毒蛛并没有直接攻击他，可是刚往前挪动了一个身位的位置，他不知是触发了什么机关，突然一只毒蛛直接扑到他的脸上。几秒后，那个人也变成了一具干尸。眼看匍匐前进的方法失败，有人开始失去耐心。我去，这也不行，难道这关真的无解吗？我跟你们这些畜生拼了！说着，他拿起一旁的扫把便冲了过去，准备和这些毒蛛硬刚。可他也为他盲目冲动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结果被几只毒蛛围殴，最后连尸体都没有剩下。眼看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，大家都有点着急。怎么办呀？难道我们等死吗？如果说桥上行不通，那说明我们可以走水路，水路肯定是安全的。好像有道理。话落，这两人便冲进了桥下的酸液里，可刚跳下去，他们就后悔了，因为酸液迅速将他们的身体腐蚀，他们只能拼命地挣扎呼喊，可如今谁也救不了他们，他们只能看着自己被酸液无情地腐蚀掉。眼看时间所剩无几，我也有些沉不住气，打算鼓起勇气和这些毒蛛殊死一搏，却被一旁的女孩抓住了手臂。等一下，这样是过不去的，我们要等灯灭了再行动。我身旁的青青瞬间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这些毒蛛与普通的蜘蛛不同，它们的视线有问题，它们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猎物，所以只能在有光的时候行动，并且通过前几人的死状来看，这些毒蛛好像只会攻击会动的物体，怪不得这里的灯光忽暗忽明，原来通关的诀窍就在这。眼看时间只剩下1分钟，于是我们3人立马跑到桥上，灯光闪烁的频率大概是1秒半，我们3人一边默念一边前行，只要灯光一黑我们就前进，只要灯光一亮我们就停在原地不动。在倒计时将要结束之前，我们3人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桥对面，我也得知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小美。就在我们3人庆幸之时，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3位成功通过血液科的考验，请前往6楼迎接终极考验，只有顺利通过终极考验者才可以活着离开医院。6楼是整座楼的天台，在这可以看到头顶昏暗的天空。虽然只有6楼，但从天台往下看，
竟然是看不见底的深渊，令人头晕目眩。这真的是6层楼的高度吗？欢迎3位来到眼科迎接终极考验。我身后是一个空中悬梯，它连接着离开这所医院的出口。只要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强大的毅力，爬满10万级台阶，你们就可以获得自由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。如果放弃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留在这里，成为这所医院的规则管理者。请你们自行选择。我们3人相互对视一眼，青青率先说道：“我选择继续，我不想留在这里。你们呢？”我也是，我还有家人，我要回家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我也是。不错，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终极考验吧。我会在楼梯的终点等待着你们。说完，那个护士便原地消失了。于是我们3人便开始爬楼梯，一边数一边爬，每个人都为了离开这里拼尽了所有力气。然而每爬上一阶楼梯，后边的楼梯就消失一截。青青有点吃惊，看来最后一关确实有些难度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退路，只能不断往前。小美应和道：“是呀，我们这才刚爬了300阶，距离10万的目标差得还远呢，我们一定要撑住啊！”在3人的互相鼓励下，我们又继续往上爬，直到爬到1800阶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累得不行了。3人瘫坐在楼梯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。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估计我们还没爬满10万阶台阶，就会累死在半途中。就算不累死，也会一点一点脱水渴死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目前来看，这一关没有任何诀窍，好像就是体力活。从前几关挑战来看，每一关都不会是死路，这次肯定也不例外。大家仔细想想，一定可以找到通关的信息。会不会与眼科有关？突然我眼前一亮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说与眼科有关，我能想到与这一关有关的信息，那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幻象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天台的时候，6层楼的高度几乎深不见底，按着正常的楼层高度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猜测，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我们眼睛的幻觉。青青也冷静分析道：“说的有道理，更何况让一个普通人一口气爬满10万阶台阶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楼梯的终点也不一定是离开这里的出口，估计那个男护士想让我们累死在半途中。那这次我们该如何通关呢？”小美疑惑地问道：“如果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幻觉，就好比我们睡觉时产生的梦境，也许只有让自己的身体清醒过来，我们才能解除梦境了。那我们从这里跳下去吧。一般从高处坠落可以让一个人从梦里醒过来，既然楼梯爬不上去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就只能这样去大胆尝试了。那我们就拼了！”说着，我们3人紧握着彼此，然后嘴里一起喊道：“1、2、3，跳！”接着我们便从楼梯上向下坠去。再次睁开眼，一位护士惊讶地喊道：“奇迹啊，你竟然醒过来了！”我问护士：“这里发生了什么？”是这样的，你之前已经是肺癌晚期了，为了营救你们，医院给每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一种新型的药剂，被注射的人会陷入昏迷，进入一个精神世界，也就是规则怪谈世界。只有通过考验，才能再次苏醒过来。这一次的实验中，加上你竟然有3人奇迹般的苏醒了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。而现在也意味着你的身体完全康复了。听到着，我沉重的心情终于放下，嘴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